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的 Vlog 视频带大家去温哥华岛上玩，目的地是 Nanaimo 和 Parksville 周边。相比于 Victoria 算是岛上偏小众一点的地方。4天3晚的行程比较悠闲，逛农场捡生蚝，并没有安排太多需要打卡的地点。当然也是因为这里确实没有那么多景点，主要还是趁天气暂时没有完全热起来，出来短途度假放松。视频较长，详细介绍了我们此行逛的地方，以及住宿、餐厅等内容。我给分成了不同的章节，方便大家跳转到对应的部分观看。温哥华岛位于温哥华的西侧，隔海相望，需要坐 ferry 去。从 Horseshoe Bay Ferry Terminal 到 Nanaimo 的 Departure Bay， 大概是1小时40分钟的航程。船票可以提前从 BC Ferry 的官网购买，也可以当天现场购票。如果出行的日期是周末或是节假日这种出游高峰时，还是建议早点购买，不然可能会上不了船。车开上船后就停在下层的甲板，乘客可以到上面2层休息。顶层是露天甲板，天气好，在上面看看旁边的海岛，吹一吹海风。下面一层则是封闭式的，有很多座位。船在行驶的时候，顶层风太大了，需要在这里避一避。Nanaimo 是一个港口城市，上世纪初因为地下的煤炭资源，经济还算比较繁荣，也聚集了一些从欧洲和亚洲来的移民。港口旁的公园里有 Nanaimo 名字的摆设，合影留念，颇有到此一游的味道。从公园出发，沿着海岸有步道供市民散步。这个氛围跟温哥华downtown的 Coal Harbour 还挺像，天气晴好，吹着海风，很是惬意。来一个城市当然是要逛一逛博物馆的，离港口也就1街之隔，里面空间真的不大，主要就是介绍一下 Nanaimo 这个港口的发展历史，当时的煤炭开采与贸易，国际移民融入当地生活过程中的一些遭遇等等。我很喜欢这个拿着煤气灯去矿井里探索的部分，倒也不是真的矿井，博物馆里这个区域布置成了矿井的样子，灯光昏暗，有一些展板介绍如何进行煤炭的开采，还有历史上发生的几次矿井事故，以及事故幸存者的故事。博物馆里还有展出 Nanaimo 的特色甜点 Nanaimo Bar 最初的食谱，这个实在是太甜了，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做到我的烘焙食谱视频里。Old City Quarter 是一小片聚集了特色门店的地方，有些外墙漆上了明亮的色彩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来拍一拍照。从市区出发，开车大约10分钟就能到一个被居民区环绕的小公园 Sugarloaf Mountain Park。 顺着阶梯向上走2分钟就可以俯瞰整个 Departure Bay， 视野很开阔，非常推荐。我们到的时候刚好还能看到不远处准备进港的渡轮。今天风太大了，吹得我手机都有点拿不稳。如果傍晚来这里看日落，一定很不错。我们此行是住在 Parksville， 一个在 Nanaimo 北边大约30分钟车程的小镇，一些游玩的地方也都是在这个小镇周边。最爱的要数 Little Qualicum Cheeseworks 农场，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农场主要生产牛奶以及奶酪等奶制品。农场开放了一小片区域供游客自主参观，有一个小商店售卖很多农场自制的奶酪。看到他们的商标后，我才意识到我在超市里买过他们农场的产品。商店后有一个接新鲜牛奶的机器，可以自带容器，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农场提供的容器。3刀1升的价格不便宜，但是这华丽的 5% 的乳脂含量也是远高于超市里全脂牛奶的 3.25%。 我买了一小杯尝了一下，非常香浓的牛奶的味道。
无奈车上没有冰箱，不能带一大桶回家。既然是做奶制品的农场，怎么能少得了奶牛呢？这里的奶牛根据年龄大小分布在不同的畜棚里。这些看着体型已经不小了的牛，居然是出生1周以内的。这些是不到1个月大的，感觉比小牛犊更活泼亲人一些。这几只我记得是大约几个月大的。看这只的体型这么大，其实也是2岁以内的年轻奶牛。真正产奶的在这个畜棚里，它们都在埋头吃饭呢。中间那个写着 robot 的地方就是全自动挤奶的机器，我没办法离得太近去拍摄，但是可以看到旁边有正排着队进去等着挤奶的牛。通过上面这个屏幕可以看到机器的视角，机械臂代替了人工操作来挤奶。我这种对农场完全不了解的人会觉得非常有趣，不由得想到了 Clarkson's Farm 这个剧。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也是看了这个剧后对农场充满了好奇。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大家伙，猜猜看他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刚好目睹了他工作的全过程，其实是牛棚的扫地机器人。牛在吃草的过程中会把草拱得越来越远，这个机器人定时启动，沿着定好的路线把草再扫回去。此外，这个畜棚里还配备了自动清理牛粪的装置，真正需要人工的地方非常少，不禁让人感叹现代化可真好。Parksville 附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是 North Island Wildlife Recovery Center，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，负责救助、收养岛上一些生病受伤的野生动物。这个地方比想象中要大很多，像是一个小动物园。能参观的动物几乎都是一些野生鸟类。在笼子外边有展板，介绍它们是为什么会被送来救助，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健康状态，以及它们各自的物种相关的知识。白色的乌鸦真的很独特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这只鹰不能再飞了，所以笼子专门开了一个窗口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这种猛禽。这只猫头鹰也是没办法飞行的，所以笼子是打开的状态。还有几只黑熊，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都窝在屋子里睡觉。临走时我们又去看了一眼，刚好有一只出来活动。这个房顶上有羊的 market 算是一个网红景点。除了吸引眼球的屋顶，里面卖的奶酪的品种也是非常非常多，比我在大温地区逛过的各种超市里的都要更全一些。还有面包烘焙，一些小商品，很适合随便来逛一逛，吃份简餐。从 Parksville 向西开车40分钟，可以到达一个叫 Port Alberni 的小镇，算是内湾的一个小港口。水边有一个灯塔和一个 gallery， 都是可以进去参观的。里面会介绍一些当地早期的海洋、船只、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容。有意思的是，都是 volunteer 在负责日常的管理，所以开放时间其实不太固定，跟 Google Map 上有点出入。我们当天运气还挺好，遇到了管理员爷爷。他说他在这里负责修复院子里摆放的这些船只，都是从海里打捞出来的上世纪的船。听他简单介绍了每个船的状况，才知道修复的难点居然是不知道船原来长什么样子，很像古董修复里说的修旧如旧。在我们问到灯塔是不是也开放时，他说自己等下有个预约，马上就要走了，但可以把灯塔下的屋子打开，让我们快速看一眼。这里夏天会有小学生们来参观，做手工，学习灯塔相关的知识。所以当天这个地方就只开放了不到1小时，参观的人也就只有我们2人。
会有一种 VIP 包场的感觉。镇上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博物馆，陈列的也都是跟这个小镇历史有关的物件，像是一些伐木工具、海底电缆等等。说是博物馆，其实大部分展品看上去比较像去年在埃德蒙顿逛的那些中古店。现在还不是旅游旺季，整个码头就非常冷清安静。这些差不多就是这个小镇能逛的地方了，比较适合安排一个半天的行程。此次度假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就是奶奶某旁边的 Gabriola Island。起因是看了好多帖子说岛上的海滩能捡生蚝，这是一个我们还没体验过的新鲜项目。去岛上的票不能提前预定，只能现场买票排队上岛。Ferry 大概40分钟一班，航程20分钟。这个船就比从温哥华来奶奶某的要小很多。上岛的地点在岛的西侧，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海边的岩石，被海水冲刷成了很独特的样子，算是岛上一个观光打卡的地点。当天这里的风真的很大，看这被吹得上下舞动的树枝。旁边不远的内湾却一片风平浪静。Gabriola 岛很小，环岛开一圈也就大约30分钟。岛的东边也是一小片港口区域，可能因为是周中来的，人真的非常少。今天的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捡生蚝，地点在 Brickyard Beach。停车场旁边有立着告示牌，提醒大家哪些是可以捡的，以及每人每天限制的数量。来之前需要买好渔证并打印出来随身携带。我们查好了潮汐时间，趁着最低潮的时候来的。浅滩几乎整个都暴露出来。退潮后的海滩有非常多的小螃蟹、海螺，还有海星。这个紫色的海星好肥，有点像海绵宝宝里的派大星。从停车场朝着海的方向走几步，就能看到大片的生蚝在地上。来之前我总以为小红书上的帖子是在夸大其词，现场看了后发现生蚝真的遍地都是，许多生蚝都不知道在这里长了多久，外侧是厚厚的藤壶。人就是这样，当没有选择的时候，会觉得能自由做选择该多好，但当选择太多时，反而无从下手了。最后从靠近水边的地方捡了一些带走。虽然是周中，但返程的时候排队的车非常多，一定要早点去排队。我们就刚好没上去船，只能留在队首等下一班。还好带了一个冰盒用来装生蚝，不然这么热的天气，多等一班船的时间，生蚝该都热死了。捡生蚝一时爽，开生蚝可就没有那么惬意。不过我这个开生蚝小能手的技术还算娴熟，每个生蚝都很大很饱满，6到1天的渔证换12个生蚝，真值。来之前在家里做好了蒜蓉酱，直接放上去，再放到烤箱里烤熟。这一大盘看着就很过瘾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把生蚝烤得比较熟一点，吃起来更放心。吃的时候就后悔了，后悔捡了太大的生蚝，还没吃完就有点饱。下次再来就有经验了。这次为了能有工具和烤箱来做生蚝，特意选了一个房间带 full kitchen 的 resort， 其实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随便找的一个，看上去还不错。这个 resort 有许多散落在树林中的 condo 组成，环境很幽静，有客厅和厨房，房间里还带空调。烤生蚝的时候就在感叹，有空调真好，夏天做烘焙就不会汗流浃背了。Resort Office 的工作时间直到下午5点，第一天 check in 到的比较晚。Office 提前1天打电话跟我讲了，会留一个信封介绍一下情况，让我也能正常入住。信封就是这样正大光明摆在门上，
突出一个民风淳朴。Resort 后边临着海，可以从一条小路去海滩。傍晚坐在沙滩上，看着远处山海相交的地方，总觉得时间都变慢了。傍晚也是野生动物出没的时候，倒垃圾去的路上就看到了兔子，还有鹿。最后说一说吃的几家餐厅，我们俩出门在外吃上面就比较随意，要求也不高，大多是地图上随便选一个幸运儿，几个别的是去之前就决定要打卡的。Vault Cafe 这家餐厅在Nanaimo，外墙是粉红色的，里面的装潢有一种中古店的感觉。Wrap 的馅料对我来说有点油腻。Brie Apple Sandwich 还不错，毕竟 Brie 跟水果的搭配真的很难出错。Noli Japanese Restaurant 号称Nanaimo最好吃的日料店，刚开始营业半小时里面就已经座无虚席。因为中午饭吃得太晚，我们只简单点了几个小菜和一个肉。整体味道挺好，价格也不算贵，但感觉没有必要专程来打卡。Black Goose Inn 这家餐厅在 Google Map 上给的标注是 British Restaurant。温哥华没什么英式餐厅，平时也不会想着去吃，刚好地图上看到了就很想来试试。菜的分量很大，味道意外的好。这个 Artichoke Stilton Dip 很好吃，用的应该是 pickle 的 artichoke， 酸酸的味道平衡了奶酪的油腻。这个 sausage roll 香料味道比较足，搭配外层的酥皮也好吃。还点了蓝纹奶酪生菜沙拉以及 steak and mushroom pie， 其实有点像酥皮浓汤。上菜的时候看到分量还在担心说点多了，最后俩人居然都吃完了。在这家叫 Aggie Cafe 的小店吃了 brunch， 来之前看摆盘偏精致一点，还担心是中看不中吃，结果味道很好，三明治外侧的面包煎的脆度正合适，火腿鸡蛋夹在中间，还有一点点 tomato jam 的酸味，调味恰到好处。Chicken pesto panini 中的鸡肉软嫩不干柴， pesto 的味道清香，外侧的面包烤得脆而不硬，这家店非常推荐。Trace Diner 从 Parksville 开车去 Port Alberni 途中路过的店，分量很大，我们点的是 Skillet， 中规中矩的北美 Diner 的味道，油放的太多了，这一顿早餐吃完，直到傍晚都还不太饿。总结一下， Nanaimo 和 Parksville 周边能玩的地方不多，但是也足够安排一个3-4天的短途旅行。6月是个很好的时间，天气不冷不热，还没到旅游旺季，所以人很少，很多酒店也都有优惠折扣。岛上整体氛围就比较悠闲，海边闲逛吹吹海风很是惬意。其实周围还有一些省公园可以去，对于热爱 hiking 的我们来说，这项目就留待下次吧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